今天啊，咱们接着来讲我的1989的故事啊。我是5月31号从北京离开的，但是等我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呢，已经是6月1号了。因为当年的火车的速度比较慢啊，从北京到武汉呢，一般来说要差不多走1天1夜。那么在我从5月18号那天离开武大，到6月1号回到武大，这中间10几天的时间啊，武汉大学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当时我走的时候，武大还没有自己的学生的高自联组织。但就在我走之后没几天，武大就成立了自己的高自联组织。然后在这个高自联组织的领导下，那么武大呢也就开始搞起了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吧。一个呢，他们是跟湖北省委搞了一次对话。因为当年在李鹏跟乌尔盖期对话之后呢，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的政府的领导啊，纷纷出来开始跟学生进行对话。那么湖北省当时的省委书记名叫关广富，也跟这个学生搞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当年在电视上还搞了直播。那么当时武汉大学的代表呢，应忠明啊、刘向阳啊，就代表武汉大学的学生跟关广富进行了对话，也在电视上播出了啊，当时影响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他们就组织了几次去到红冈城，也就是武冈啊，劝说学生进行罢工。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在武汉地区呢，这个影响也比较大。因为当时学生们认为啊，这场社会运动如果只是学生动起来啊，你就很难成功，所以一定要动员工人阶级出来支持学生，才有可能成功。那么工人阶级呢，他一定要动员这工人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么在武汉呢，这个工人阶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武汉的红冈城，也就是武冈。因为当时武冈呢是最大的国有企业，在武汉啊，工人的数量也特别多。一旦这些工人要站在学生一边，那革命形势的成功可能性不就是更大了吗？啊，这是第二场运动。第三场呢，就是当时也是例行的组织很多游行啊，动不动就到经常会到这个武汉长江大桥上去静坐。所以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啊，在5月20号之后啊，就经常的就被堵塞了，就很难通车了，包括京广线也时不时的就中断了。这是当时这个高自联组织在武大组织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学生运动啊，搞的这个组织啊，权力斗争也确实比较激烈啊。你看北京的高自联，第一波周永军没当几天就被罢免了。武汉武大的这个高自联组织也一样啊。第一波的高自联组织上台之后没几天，这个高自联的领导啊，就被第二批的学生给他们给罢免了。就等我回到武大的时候啊，高自联的组织的领导啊，其实已经换到了第二波。这第二波的高自联领导呢，其实我们都不太认识了。因为当时第一波的高自联领导呢，跟我们当时还比较熟悉，因为当时都是我们最早从4月下旬开始出来，开始游行啊、演讲啊，这个互相之间都彼此比较熟悉。但是这第二波起来罢免第一波的这些领导们啊，跟我们就不太熟了。我记得当时武大的高自联的主席的名字叫潘明全，他是哲学系的，但是我对他就没有很深的印象了。那么我们当时从北京回来之后，不光是我呀、温勇啊、张涛啊，这些人陆续都从北京回来了，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早年呢，在武大呢起来闹革命的时候啊，算是元老。但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呢，那这高自联的组织已经很完备了，各个方面的各个部啊，都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自己的领导了。那怎么安排我们这些革命元老啊，变成了当时高自联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呢，我回到武大以后呢，高自联开会把我们都叫去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决议，就让我们这些人呢，在高自联啊当智囊团。这个智囊团呢，就是武汉大学高自联的一个正式的组织，就是专门把我们这些去北京闹革命的革命元老啊吸收进去。这个智囊团的这些成员呢，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可以列席高自联的会议，并且在高自联的会议上可以发言，并且拥有表决权。就我和温勇啊、张涛这些人都有这样同样的权利啊。那么于是呢，我们以这种身份进入到了武汉大学的高自联，就是以智囊团的身份。很快呢，这个事情刚完之后，北京这边就开始传来了镇压的消息。大家都知道，6月3号晚上，戒严部队开始从这个北京的周边往天安门广场进发，
路上呢也确实发生了这个所谓的非常严重的冲突，很多市民和学生呢就在这天晚上，实际上这个死于这个北京的所谓的6·4事件吧。那么消息传到武大以后啊，当时我们都非常震惊，所以6月4号那一天，北京市的武汉的各个高校的学生就自发的开始上街去游行。那么6月4号晚上，那么武汉大学的高自联就开始开会呢做出了2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呢，就在6月5号这一天，决定呢在武汉大学的小操场召开一场这个6·4的死难者的追悼会。第二个呢，决定在6月6号举行一个武汉市各个高校联合的大游行。那么6月5号这一天呢，武汉大学的这个追悼会啊，就在武汉大学的小操场就是举行了。这个小操场在武汉大学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平时是放电影的地方。那么当时我们召开这个追悼会的时候呢，就有2名从北京回来的学生，这个学生是我有印象中间是当时我们武汉大学的插班生。他在台上就讲述在北京，说那个戒严部队啊冲到天安门广场啊，然后天安门广场啊血流成河啊，然后呢就喊口号，然后这2名学生就在台上就跪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在台上台下的这个学生就一起就下跪了，大家痛哭流涕啊，这个我印象还特别深。紧接着就是当时武大校园里的学生啊，纷纷就开始焚烧自己的团证，有的党员是党证就开始烧，就在我们这个桂园那个食堂门前，我有印象，很多那个团员的证，大家归拢在一起之后就把它点着了。当时我们武汉大学有一个插班生还是军人，他还当众把自己的军装给烧了。据说这个人在6·4之后就受到了非常大的牵连，他姓童，然后呢，不知道上没上军事法庭，后来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啊。那么6月6号这一天，武汉大学的学生就专门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这场游行呢，就从武大出发，一直走到了汉口。这个游行进行了1整天，这我还有印象，大家都是抗议北京开始镇压学生啊。那么6月6号回来之后，我们这个高自联的这个内部啊，就召开了一场会议，那么就要讨论接下来怎么办。因为当时啊，北京显然已经开始进行镇压了嘛。那么学生运动，那么你如果继续进行，就面临着你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在高自联内部呢，就分成了2派，一派呢就主张是要坚持斗争，甚至不惜要有武力的方式啊，跟政府进行对抗。那么我还有印象，就是武大的高自联的主席，当时叫潘明权，他甚至是主张，比如说要搞武装斗争，要跟这个共产党对着干。但是我当时呢就坚决反对，我认为其实我们学生是没有能力跟政府进行所谓的武装斗争的，因为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所谓的大革命时期，是吧？你去秋收起义，你到井冈山打游击，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一方面没有这个社会基础，另外一方面说实在的，我们学生也没有这个能力。你真跟这个政府进行对抗，说白了只是白白的牺牲。所以我当时的提议就是说空校。空校什么意思呢？就大家现在赶紧从学校离开，我们追悼会也开了，然后我们的游行也有了，接下来我们学生有可能当时都不确定啊，就是政府的镇压会不会波及到其他城市。而且当时那个时候，每天各种各样的消息纷至沓来啊，就讲武汉市有郊区也有很多军队要来了，就要镇压武汉的学生。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大家分散离开学校，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空校了，其实他来到这个地方进行镇压，也镇压不到我们学生了。而且我们空校本身呢，其实也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就是一种非暴力的不合作。那么在6月7号这一天的高自联的会议上呢，我的这个空校的这个决议呢就通过了，就是我们武汉大学高自联的会议通过了这个空校决议，就是让号召全校的学生赶紧离开学校，然后回到各自的家中。结果呢，到6月8号这一天的时候呢，我正出门之后，当时也准备要走嘛，结果就碰到了我们高自联的这个中间另外一个人，说决议被推翻了。我非常奇怪啊，然后我就去到那是桂园几社了，那个高自联当时有个办公室，我去了才得知，就是在6月8号这一天，高自联又开了一个会议，但这个会议并没有通知我们。这个
这个会议过程中间就把我们6月7号，也就是一天之前通过的这个空教协议呢，又给推翻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特别震惊，我觉得这个形同儿戏啊，就是高自联本身通过的决议应该也是有一定严肃性的，对吧？结果你第二天在开会的时候，并没有通知我们这些人去参加会议，然后呢，通过一个决议又把我们前一天的这决议推翻了。那这个说白了，这个对程序本身的尊重感也太差了。我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生气，我就在那个地方表示我辞去这个智囊团的职务，就离开了。我的本人我就不再在高自联里头担任任何职务了。这是6月8号的事情。那么6月9号这一天呢，我就离开了这个武大。我自己还是认为应该空校了，但是当时京广线已经中断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家在洛阳，我实际上从京广线回不到洛阳了。我就跟我的女朋友呢一起去了上海坐船。当时的希望是从上海坐船到大连，从大连绕道呢，因为我女朋友他们家是内蒙的，想躲到内蒙古去。因为当时说句心里话啊，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想到还可以继续读书，总觉得要逃离这个地方，因为也不知道军队会镇压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这些人会不会抓呀？其实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的武汉大学。到了上海之后呢，因为我上海有大学同学嘛，在那待着2天，就待着2天之后呢，这个陇海线就通车了。那么我和我的女朋友就回到洛阳，在洛阳待了几天，就决定呢先跑到内蒙去，因为当年从我们洛阳要到内蒙呢，要在北京转车。我大概就是在6月21号的早晨抵达的北京。到了北京的时候呢，我就很想去天安门广场再去看看。我和我的女朋友呢，就从北京火车站出来之后啊，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坐地铁。因为当时北京站到天安门广场之间只有1站地，但是我们当时到了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地铁站啊，还没出去的时候呢，就被一个警察给拦下来了。那警察一看我们就是学生模样，因为我们当时那份打扮呢，其实你不用跟别人讲，人就知道你是学生。我当时背着那个包，那个包呢就是我在北师大的和平敢死队里头，当时背着那个包，包上还都是其他学生的签名，包里呢还全都是我当时的那些传单什么的。那警察见到我们之后，把我们拦下来，把我和我的女朋友分开之后，就搜我们的包。一搜，我那包里全是传单。当时我们心情特别紧张啊，一想警察是不是要把我们抓走，是吧？结果呢，那个警察呢，说实在的，我们事后还是很感激这个警察的，就把我和我的女朋友分别叫到了一起，都叫到了一起，叫到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就训我们。他说啊，你们这些学生啊，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你瞧瞧你们搞的这个事情，你怎么样，是吧？训了我们一通。其实他训我们能读解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拿着这传单这包，你还在天安门广场的附近，你晃什么呀，是吧？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赶紧把这个传单都处理了。出来之后，然后之后就把我们2个放了啊。出来之后，我的女朋友呢就把这个包里的传单，就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那个厕所里，就把这些传单都给烧了。我还有印象，那过程烧了很长时间，又不敢点大火。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附近呢，都是戒严部队的士兵。当然整个北京市也都是如此啊，大街上就是带着钢盔，拿着这个冲锋枪。然后天安门广场呢，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了，那里面全是坦克。我们把这个烧完之后，就没有敢在那个地方再多耽误，就赶紧跑回到了北京站。然后呢，当天晚上就坐车去了内蒙古。当时到了内蒙古之后呢，其实就觉得内蒙古离武大比较远嘛，比较安全嘛。然后到7月初的时候呢，电视开始播新闻就说这个武汉大学复课了。那当时我们就有点紧张啊，说那武汉大学复课了，我们躲的这个地方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们就当时就找人打听武汉大学到底有多少学生复课了呀，是吧？一打听，其实只有1/3到1/4的学生在复课。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放心了，也就没回去。
等到8月中旬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先潜回到了武大，我想看看情况，我看看这个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在那儿读书啊？我就找到我们系的辅导员，当时我们系的辅导员也很年轻，年龄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大几岁，他的名字叫周义川，我现在还记得。我就跑到他们家，我说周老师，还能上学吗？会不会回来之后就给抓起来？你要是说不能上了，我现在就跑；你要是还能上，我就在这儿等着。周玉川就跟我说，他说没事儿，抓了几个人，但你不到级别，你放心吧。我说不会有事儿，就肯定不会有事儿。然后呢，我就找了当时我们一起高自联的几个人，因为当时我是在6月9号离开了武大，那些没离开武大的那些高自联的头头呢，在6月24号左右被抓了一批，就是李海涛啊、刘向阳啊、庞明全呐，这些人都被抓起来了。事后这一批人呢，大多数都被判了刑，然后比他们程度低一点的人呢，就在武大组织了所谓的学习班，就给这些人就整个一个暑假没有离开武大就办学习班。还有一些人呢就跑了，跑的过程中间被拦下来之后送回到武大，又接着上这种学习班的，比如说任仲明，就是跟那个湖北省委书记对话的任仲明，他是回家的途中被抓，被那个有关部门拦下来之后给他送回到武大的。那么像我呢，当时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行政职务在这个高自联里面，所以呢被有关部门定性呢属于不那么严重的。那么一转眼呢9月1号就开学了，开学了以后大家都知道那一年先不上课，然后搞大概1个月左右的双清双查。双清双查呢，一般的学生就是天天开会，系里领导给大家学习政治学习，要扭转思想观念，认识到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那我呢，因为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我们系里就派了2名老师跟我一个人，天天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头让我写各种各样的交代材料。就是从动乱开始的第一天4月19号我开始游行那一天开始算起，一直到我离开武大6月9号，这中间啊，我每一天都做了什么都要写清楚。然后呢，这一天你写清楚了之后，你得证明，就是说这一天啊我跟谁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人要给我写所谓的见证材料。所以我那些天呢在一起，我那些天主要就做两件事，一个是交代自己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别人如果是说他那一天在做什么什么，王志安在场，我就得给他写见证材料，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个过程大概搞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有那2个老师啊负责我的工作的，一个呢非常同情我，另外一个呢就怎么说呢，对我比较严厉。那个非常同情我的老师就是我前几集讲过那个教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老师，后来他调到了南京的一所大学当老师去了，后来我们也断了联系啊，但我一直记着他。他在整个对我的这个1个多月的过程中间，经常悄悄地鼓励我。他说啊，其实也没什么，你放心，也不会有太严重的事情，就不断地宽慰我。但另外一个老师就经常吓唬我，反正每天写完材料，然后摁手印签字，写了多少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交代情况过程中，我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我去北京买飞机票的过程中，要请我一个老师给我开的介绍信。这个细节啊，我到底要把它交代不交代出来，我斗争了很多天，然后最后呢，我还是把它交代出来了。我就说，他当时问我呀，你去北京啊，你去坐飞机，你的飞机票要开介绍信，谁给你开的呀？你一个学生你怎么可以坐飞机呢？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把这个老师给交代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还有印象，我专门去了我们这个老师家里面，就跟他讲，我说对不住了，这个我熬不住了，我把你这个给我开介绍信的这个事情给供出来了。那老师还说没事儿，反正是这么个情况，咱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也是我给你开的啊。那个时候学生在搞这个双清双查，老师也在搞啊，老师也在不停的交代，在动乱期间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那种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啊，我当时也是体会的比较深。就通过那1个多月的时间啊，就是天天要让你斗争你自己灵魂深处，然后你不断的交代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个人的经历
到今天呢就基本讲完了。那么下一集我要讲讲我对这场政治运动的理解和看法。